1939年9月，德国和波兰发生了一些小摩擦，第二次世界大战序幕拉开。德国的闪击战势如破竹，在9月17号，苏联从波兰另外一边入境，到10月6号，两国占领波兰全境。此次战役，西方称之为波兰战役，德国的作战代号为白色行动。如果喜欢本期视频的话，求观众老爷们点个小小的赞。波兰现在仍然是网民们喜闻乐见的话题，比如周琦在篮球上的发挥。对于撸啊撸玩家来说，闪击波兰同样是名梗集基地。波兰的地理位置和战国时期的魏国一样，要不等死，要不就奋发图强，四面都是敌人。波兰位于欧洲东部，东面是苏联，西邻捷克、斯洛伐克，北面是波罗的海。除了重要的战略地位，还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德国占领波兰的话，能够获得大量的军事经济资源。向左发展，可以在攻打英法时没有后顾之忧；向右攻打苏联，可以当作排头兵。在拿下捷克斯洛伐克后，希特勒就在部署如何攻打波兰。除了优秀的战略地理位置外，德国对波兰还是有些恩怨在内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战败后，波兰复国，根据凡尔赛条约，把本来属于东普鲁士和西普鲁士中间沿维斯瓦河下流西岸画出一条宽约80公里的地带，称为波兰走廊，作为波兰出波罗的海的通路，把海岸上的但泽划给波兰。德国对此十分愤怒，德国被划分为2个部分，东普鲁士成为远离德国本土的孤岛。在1939年3月，德国要求波兰把但泽还回来，并且把波兰走廊建筑铁路公路的权利也转给德国。波兰政府拒绝了德国的要求。在3月23号，英法两国组成同盟，对波兰的安全给予保证。波兰的腰杆子更硬了，当然波兰还不还但泽，德国都会联合苏联瓜分波兰的，之后再进攻苏联和欧洲。在1939年4月3号，希特勒下达了代号为白色方案的秘密指令，要求三军部队在9月1号之前完成对波兰的进攻准备，企图利用快速兵团和优势的航空兵偷袭波兰，一举灭亡波兰。在1939年5月，波兰和法国签署协议，法国承诺会在波兰受到入侵后的15日加入战争。在8月，波兰和英国又签订了军事盟友条约。那苏联之后为何参战呢？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两国因为边境问题爆发了战争。这个时候，苏联内部又发生内战，无法在两面分兵作战，于是苏联和波兰签订了里加条约，苏联赔钱赔地。这个条约让苏联很是不爽，一直在找机会废除。在波兰和西欧国家眉来眼去的时候，希特勒找上了苏联，双方在莫斯科秘密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苏联这个时候还以为希特勒是什么好人呢，却不知他只是想利用苏联罢了。在该条约中，将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划分了德国和苏联控制区。在战前，双方都招到了合作伙伴，那合作伙伴真的起到作用了吗？德军统帅部的计划是发动闪电般快速的袭击，击毁波兰的防线，占领波兰西部和南部的工业区，之后攻入波兰腹地，围歼孤立的波兰军团，争取在半个月完成任务。之后转向西面对付可能支援的英法。德国此次一共用了62个师、160万人、2800辆坦克、2000多架飞机、6000多门炮，组成南北2个集团军。陆军1级上将伦斯德指挥南集团，他们的任务是歼灭西里亚西地区的波兰军团，之后从西南方向向华沙迂回。北路军团由陆军1级上将包克指挥，他们的任务是切断波兰走廊，围歼在这里的波兰军队，之后从东普鲁士南下，袭击维斯瓦河的波军，之后从东北方向迂回华沙。波兰也制定了反制德国的计划，如果德国进攻波兰，波兰的军队要进攻东普鲁士，先消除北方的威胁，西面坚守，等待英法来援之后夹击德军。波兰准备了40个师、22个旅、870辆坦克、824架飞机和4300门火炮，组成了7个集团军防守。在1939年8月31号，德军制造了格莱维茨电台事件。当晚，党卫军穿着波兰的军服，袭击占领了格莱维茨，在电台里边用波兰话骂德国，之后又丢下穿着波兰军服的德国死囚的尸体。第二天，德国的电台广播了波兰突袭德国的消息。希特勒在电台发声要发起反击，正式发动战争。
提出这个计划的是党卫军头子海因里希·希姆莱。贼喊抓贼了，属于是。在9月1号，已经准备久的德军发起了进攻。首先是德国空军，在战前德国已经把波兰侦察成透明的了。德国军队先是袭击了波兰的21个机场，之后集中对波兰的战略中心、交通枢纽实施无差别轰炸。短短几分钟，波兰的空军几乎全灭，500多架飞机在还没有起飞就报废在了机场，其他辎重更是惨烈。在波兰飞机起飞后，波兰的飞行员心里想着，还不如不起飞。波兰的飞机比起德国就像麻雀遇到鹰一样。1小时后，德军地面部队发起全线进攻，但与此同时，在但泽进行友好访问的德国军舰霍尔斯坦号对波兰基地开炮。在德国多兵种配合的攻势下，波兰的防线如同纸糊的一样。同一天上午10点，希特勒宣布已经攻入波兰，德国进入战争状态，同时进行了如同之前一样振奋人心的演说。第2次世界大战拉开序幕。9月3号，英国向德国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德国在上午10点离开波兰的身体，否则他就要进入德国的身体了。同日中午，法国也发出了同样的要求，俺也一样。德国则是完全没放在眼里。波兰万万没想到，他找到了2个大哥，也不是什么好人，对德国宣而不战，只是嘴上说说，完全没有付诸行动。可能他们还想着不会轮到自己吧。在9月5号，德军北集团切断了波兰走廊，包围波军的波莫瑞集团军，古德里安的第19装甲军沿河向华沙攻击前进。南方集团军也是势如破竹，波兰2个集团军的防线被突破。在19号，德军南集团军和北集团军会师。在17号，德军限令华沙在12个小时之内投降。此时的波兰政府已经逃往了罗马尼亚，华沙守军和居民拒绝投降，血战到底。在物资匮乏的情况下继续作战，对进攻华沙的德军造成了沉重的打击。9月27号，实在是遭不住了，12万波兰军队放下武器投降。在9月17号，德军的盟友苏联于早晨进攻波兰东部，理由是保护波兰境内的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总共用了20多个师、15个骑兵师和9个坦克旅。苏联遇到的抵抗比起德国就要轻多了。在9月下旬，苏德2国开始瓜分地盘，商定以纳雷夫河、维斯瓦河、桑河一线为边界。那波兰的盟友在干什么呢？在9月9号，法国的第4集团军发动对萨尔布吕肯地区德军的有限进攻，简而言之就是装腔作势，嘴上说打，却给德军留足了充足的撤退时间。而英国就派了4个师到欧洲大陆，直到1940年5月，英法在西线都没有和德军进行大规模的战斗。德国人将这种战争称为静作战，他们想以此达成欧洲大陆的平衡和削弱斯大林专制主义的目的。波兰战役是纳粹德国对闪电战首次运用，仅仅1个月就让拥有100多万军队的国家灭亡。原因一是波兰落后的军事装备，哪有骑兵和坦克赛跑的；二是轻敌，不重视防御，他们的将领对防御工事十分鄙视，深信最好的攻击就是防守；三是把身家性命放在了英法国家身上。事实证明，靠天靠地不如靠自己。那么大家对这件事情有什么看法呢？欢迎在下面的评论区留言。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想了解更多记得点个关注，下期视频我们不见不散。